网红美女离奇死在车内，而唯一目击者是款式忧郁的泰迪。次日，警方仅发现尸体，现场除一颗还未熄灭的煤球和一封4遗书的信外无其他线索。正当队长考虑定性为自杀时，一只拉布拉多穿过人群，直奔案发现场，与忧郁泰迪简短用狗语交谈后，转头向观众的长者大吼2声。这能算是自杀吗？是个男的杀了他。老者名叫李顺仔，已表演了半生，可称是韩国戏剧的资深演员，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重视台词的小鲜肉，总是迟到开工，还有闲时不练基本功。时间一长，粉丝便开始传言说李顺仔凭资历压榨他们心爱的明星。其实这些小鲜肉只是表面上尊敬他，他一转身就把火撒到了导演身上，导演也束手无策，因为投资方冲着小鲜肉来的，收视率全靠粉丝抬。最后剧组只好把李顺仔开除了。其实被开除对他影响不大，但年纪大了难免有毛病。这天下班后，李顺仔突感不适，他急忙钻到2车之间，挑了个隐蔽点藏起来，方便得很快。哪知身后那车是流动售货车，偶像的粉丝们正忙着排队购物，人数不止几十。这时候餐车开始慢慢驶离，李顺仔解手的情形清晰地被热情的粉丝们目睹。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双方默默无语整整21秒。李顺仔小便，一生的名声毁于一旦。事后李顺仔还去了医院治疗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在面试另一导演的剧时，他又尿湿了裤子，为了避免被人发现，只好用激烈的话语把人赶走了。现在在娱乐圈没法混了，李顺仔的经纪人也头疼极了，只好先把他暂时送到巨洲岛上，打算躲过这阵风头再谋复出。刚安顿下来的那天，李顺仔在自家门口被吓了一大跳，那只讨厌的狗，哎呀，太糟了，抱歉兄弟。李顺仔还没搞明白事情怎么回事，苏菲就被洪景元带走了。李顺仔以为自己年纪大了出现幻听，所以也没太在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去洪景元妈妈的面馆进餐，差点被人认出，慌忙找了个理由，刷卡后就走出店。刚出门就碰到了苏菲，这一次他明显听到了狗狗和他说话，吓得转身就跑回家去。同时妈妈发觉多收了李顺仔1000块，就让女儿赶快把钱送还给人家。在另一头，李顺仔一回到家，发现老友们正聚在院子里，阳光房中准备烤肉，正巧洪景元牵着苏菲来到门口，苏菲挣脱束缚直接跑进院子。洪景元说明了来意，多收的钱也退回去了。苏菲还在找东西，就在那时，对讲机呼叫附近警员马上去灯塔，那儿发现了一起命案。洪景元没空牵苏菲，就请李顺仔帮忙看着。这时候苏菲进了阳光房，她仔细嗅了嗅，然后迅速跑到李顺仔面前。我闻到煤气味了。煤气？阳光房真的有煤气味？李顺仔半信半疑，急忙让朋友们离开阳光房。阳光房发生爆炸后，李顺仔完全相信自己能听懂苏菲的话了。同时警方封锁了灯塔，但未找到有效线索。正当队长准备定性为自杀，事情有了转机。苏菲向李顺仔透露，忧郁的泰迪犬昨晚目睹了案件，有人将女网红伪装，造成了车内自杀的场景。于是李顺仔迅速阻止了队长，告诉他这是谋杀，不是自杀。李顺仔根据苏菲的线索向队长报告网红之死非自杀，但队长显然不重视，随口一句就打发了事。李顺仔急忙强调，你亲眼目睹了吗？这让李顺仔感到难堪，毕竟不能跟队长说线索是狗找的。他憋了半天，终于说没看到。队长听了立刻信心十足，提醒那老人不是在拍戏，没那么复杂，像电视剧里的说字了就是不信任。画面切换，队长把金荣健带回警局，因为有人报案说他昨晚跟那位去世的女网红吵过架，金荣健对此也没否认。因此队长推断，女网红在跟金荣健冲突后，担心遭到这位明星前辈的报复，最终选择了自杀。调查完毕后，洪刑警特意去找队长，觉得女网红之死有很多疑点，怀疑可能不是单纯的自杀。可队长根本不接受他的看法，显得不耐烦，直接让他回分局。同时3个老朋友在便利店购物，外头一货车撞到了秀珍阿姨的菜筐。司机原本打算下车致歉，但他一看到秀珍阿姨，脑子里就一片空白，急忙启动货车，却因匆忙而操作失误，不慎挂上倒档，把南瓜压成碎片。司机马上意识到错误，换成前进档，但南瓜碎片让轮胎打滑，车子就这样前进后退。屋内的人看来却似乎另有所指，
秀珍阿姨一辈子都在写剧本，一看到这情形，只觉得那变态司机用狠毒手法害死了南瓜后逃跑了。她灵感爆棚，是要揪出那南瓜凶手。旁边的化妆师发现后面有辆车，应该录下了那凶手的车牌，哪知那车正是他一个做道具的老友的车。与此同时，李顺仔对此颇感好奇，为何肯定网红女不是自杀？苏菲并未隐瞒，原来忧郁泰迪那晚无所事事，原本只是想去灯塔旁看恋人们亲热，没曾想竟目睹了凶案全程。另外他还提到，凶手整理现场后正要离开，却不慎遗落了一个打火机，这也就解释了忧郁泰迪是如何。整个案件唯一的目击者是条狗，于是李顺仔建议去问问那只流浪的忧伤泰迪狗。到了下午，那位网红的男朋友带着粉丝自觉去案发地祭奠，男友在感谢众人时看上去很是悲痛，但没人察觉他差点笑出声。转眼间夜幕降临，李顺仔和苏菲终于找到忧郁泰迪，没想到他爆了个大瓜，在2楼发现了网红案的凶手，就是那个戴眼镜的，竟然是女网红的男友。李顺再气冲冲跑进咖啡店，公开揭发戴眼镜的男子杀害女网红，强迫他马上自首。可这家伙假装无辜，赢得了粉丝们的同情。刚刚有人简单一句站出来解释，他们今晨才乘车到巨洲岛，根本没时间作案。旁边那位直言不让的小妹开始吵起来，李顺仔肯定是在帮他那惹事的朋友金荣德遮掩。这时候洪警员恰好路过，他好奇李顺仔刚说的是否是亲眼目睹的。那个我没亲眼看见，虽然有狗狗的证词，最后这事也只能这样了。晚上家中，朋友们不懂得操作电脑，所以得李顺仔帮着看行车记录仪。虽然没找到南瓜杀手，却意外看到了熟悉的眼镜仔。第二天，眼镜仔就要离开巨洲岛前，他收到了已故女友的来电，电话里要求他立刻在灯塔见面，否则就把他伪造证据的事告诉警察。眼镜仔一听，顿时露出了本性。他曾助女友成为网红，名气大了之后却爱上别人，这让他一时冲动失去理智。说着说着发现语气不对头，于是急忙赶到码头，没想到女友当场揭下人皮面具。他卸掉了事先化好的妆，摘下了头顶的假发，露出了真实的面孔。没错，他是洪警官。眼镜仔还没搞明白情况，老人们已经出现在他背后。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时间回到昨晚，李顺仔和老朋友们在视频中发现，眼镜仔正好藏在道具书车前的货车里，然后搭上了去岛上的货轮，成功编出了不在场的证明。第二天一早，化妆的姨妈帮洪警员化了个妆，道具书提供了假发，编剧秀珍阿姨整夜赶写一个让眼镜仔吓得自首的剧本。众人合力终于把凶手逮捕归案，但洪警员始终有个疑问，李顺仔怎知眼镜仔正是凶手？著名画家在度假村的旅馆死亡，凶手把他塞进一个礼盒里，额外在头上绑了个大红丝巾。警方迅速封锁了案发现场，初步检查后确认了死亡，死亡时间超过6小时。因为编剧秀珍曾与死者有往来，洪警员便向他透露了情况。现场异常且充满诡异，死者的后脑勺明显被重物击扁。听了这事儿，秀珍阿姨直接崩溃了，因为画家的死法跟他脚本上编的一模一样。李顺仔觉得肯定有人偷看了剧本。同时，首位报案的李启被带到警局接受询问，他的回答看起来没问题。队长认为这个小伙很可能不是凶手。这时候洪警官走进了重案队，一边汇报情况，侧面打探案件进展情况，然后把情报告诉秀珍阿姨。说起来，苏菲在和一只博美犬恋爱，可昨晚对方却偷偷和其他狗见面，这让苏菲很伤心，因为一旦经过玫瑰桥就意味着确定关系。苏菲心都碎了。下午时分，洪警官把李顺仔叫到了警局，通知他那个杀害画家的凶手已经自首了。但我还是有点好奇，那就是在秀珍阿姨的剧本中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？我是那个凶手，是死者的前女友。两人分别到警局自首，都说自己是凶手。正当负责这案子的警官困惑时，失恋的狗子给出了关键线索。案发那晚，他的女友在现场，除了自首者以外的第三人也被目击。原来，在画家遇害后的第二天，一个自称画家前女友的人向警方自首。据他的说法，画家试图阻止他与未婚夫的婚事，在拍摄婚纱照时就一直尾随他，甚至发短信威胁他必须去某个酒店。但前女友到了那里后发现，卧室里放着一个巨大的礼物盒，盒子里面写着：“亲爱的，祝你婚姻幸福。”前女友盯着画家丑得发狠的脸，心越想越是火大，一时情绪失控就把他给弄死了。但当队长询问凶器是什么时，前女友的表情顿时就变了。
他急忙解释说，当时因为太害怕、太慌张，所以就随手抓了房间里的某个东西，现在实在记不清是什么了。同时，他的未婚夫正走到了派出所门口，他自首了，原来是那位画家的真凶。洪警员迅速把他带到了重案组。队长得知此事后都傻眼了，怎么突然冒出2个凶手了？未婚夫说明是他未婚妻想替他顶罪，所以才做了假口供。案发那晚，他们正挑选婚纱照，突然妻子收到一条信息，她一看信息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前男友是画家，发来了恐吓短信。未婚夫觉得未婚妻有异样，于是夺过手机一看，心里顿时烈火燃起。趁未婚妻洗澡时，他悄悄跑到了一家酒店，正巧看上去很慌张。被追过来的未婚妻发现，审问过程挺顺利，未婚夫的证词与案发情况吻合。被问及凶器藏处时，他与妻子的反应相同，声称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案件立刻进入僵局，无凶器就无法定罪。失恋的苏菲晚上告诉李顺仔，他的女友案发那晚看见一个男人把带血的斧头丢进玫瑰桥下的小溪，因此第2天，李顺仔找来洪警员讨论案件。根据未婚夫去酒店的路线来看，根本无需经过桥梁或溪流，而附近只有一个玫瑰桥小溪。洪警员不由得感到困惑，明明已经投案自首，为什么还不说出凶器藏匿之处呢？下午苏菲带了新情报，因为他和女友和好，所以女友吐露了心声。今天上午遛狗时，主人遇见了那个丢斧头的男士，那人竟是夫妇俩的摄影师。同时，洪警员正在查看妈妈的社交账户，在一张照片中意外发现，摄影师和画家似乎关系密切，于是立刻联系了李顺仔，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，因为从摄影师家到酒店必须穿过玫瑰桥。李顺仔也提到了案发时第3人的存在，正好印证了洪警员的推测。镜头一转，洪警员向队长汇报怀疑摄影师是凶手的猜测。最后在警方齐心协力下，在小溪中找到了杀害画家的凶器，同时秉春发现了摄影师的车上发现了神秘血迹。此案仿照剧本杀终于破解，摄影师原来早就对画家情有独钟，他们是通过秀珍阿姨的戏剧认识的，但他后来发现自己被对方利用，对方甚至打算和前女友复合，因此一时冲动。妈妈高高兴兴去见未来儿媳，却遇到了儿子的男未婚伴侣，一气之下他扇了儿子一个耳光，这成了他们最后一次接触，从此儿子就消失了。根据他手机的定位，他可能在海滩自尽了，但秀珍阿姨始终不愿相信，一直保持儿子的电话和信用卡有效。如今已经5年了，他居然收到了儿子的消费警示，于是立刻报了警，并找到了儿子消费的商店。但在他们准备查看监控时，秀珍阿姨又接到了这家店的消费提醒。此时消费者仅是个小女孩，随后女孩的父亲赶到现场，秀珍阿姨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，因为这人正是当年那位未婚夫。他在男友逝世后把自己的信用卡藏在抽屉里，却不料被女儿翻出来用了。这件事让秀珍阿姨最终明白自己该放手，该承认儿子已离世的现实。所以当他回到聚集岛，便让顺才少爷陪伴，在海边焚烧时的衣物，借此与儿子道别，也断了自己的牵挂。正当这时，一只小狗突然跑了过来，直冲进秀珍阿姨怀里不停，还对着顺才少爷叫个没完，这让顺才少爷摸不着头脑，不明白这只小狗为何几天前见他就像是结下了梁子。他便请苏菲来帮忙翻译，这才知道这小狗是转世来的，上一世是秀珍阿姨儿子的曼豆，跟主人同日离世。正当秀珍阿姨以为他们一人一狗都溺水而亡时，却从苏菲那里得知他们其实是死在山上的。还没等秀珍阿姨进一步询问，曼斗的主人匆匆赶到，还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事情，说阿姨和少爷是绑匪。于是秀珍阿姨和顺牙少爷一拍即合，居然真的扮成了绑匪。这对夫妻打算带着曼斗离开时，把曼斗从他们怀中绑走，这样他们才终于知道，当年儿子只是带曼斗出去走走散心，到了海边因为急于下车，手机忘在公交车上了，旁边的学生偷偷关机拿走了，因此手机失去了信号。他把曼斗寄放在山下的农家乐，然后打算抄近路再去一次。谁知道曼斗突然咬了农家乐的老板，然后紧跟着他的主人，还自觉地领路，跑得特别兴奋。突然一只蝴蝶吸引了他，他激动地跟到了悬崖边，结果不出所料地掉了下去，幸好最后落在了树干上，所以我儿子小心地把他抱了回来。原以为他俩都安全了，结果不料一脚滑，他和狗一起掉下悬崖。醒来后他明白救援来不及了，于是再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再给母亲留下一封告别信后，他便闭上了眼睛。而曼斗绕着主人转了一圈，发现主人已经离开，便又钻回他的怀中，与他一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如今秀珍阿姨在曼斗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里，一人一狗都已历经沧桑。在曼斗的提醒下，秀珍阿姨打开了那个锈迹斑斑的保温杯，里面是儿子留下的信。妈妈，我很抱歉因生气就离开，我本该好好感谢你，
如果有来生，希望再做你的儿子。谢谢，我想你了，秀珍啊。一对儿子承诺不会沉浸在悲伤里太久，所以那天之后就没再哭过。他居然一滴眼泪也未流，微笑着和亲友及小孙女告别儿子。完成这一切后，他把曼斗还给了原来的主人可蜜，然后自己走上了警车，为绑架曼斗自愿承担后果。但他还是微笑着挥手告别。这时候顺才少爷终于从苏菲那里了解到曼斗对他大呼小叫的原因。原来5年前他去秀珍阿姨家做客，肚子饿了，就随手把厨房的饭拿来吃了。吃完后，秀珍阿姨才注意到。秀珍阿姨听他一直称赞味道好，也就没明说那是曼斗的食物，因此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吃了狗粮的顺才少爷，结果被曼斗记恨两世。曼斗对不起。韩国资深演员片场被害，一时间人们都感到不安。大家在感到惋惜的时候，死去的自己面带疑惑，大家才知道死的其实是他的替身。警方推测，凶手的真正目标是他，替身只不过因为穿同样的衣服，坐在他的位置，才误中陷阱。这意味着凶手肯定是对金荣健心怀怨恨的人。听到这番推理，金荣健更是头疼。先不提其他人，他周围一大堆人对他心怀不满，比如总被他责怪的助理，被他痛骂一顿的小鲜肉，还有被他冷落的导演，被他挑三拣四的咖啡店员工，被他泼水的好友兼亲家李顺仔，还有因为他耍赖特别生气的朋友秀珍、玉书跟彩帽。这时想起早上自己房车上的那个尸体，金荣健真的吓坏了，甚至不敢回家，偷偷去外面租了个公寓。但是在到公寓的路上，他吓得快疯了，觉得路上每个人都像凶手。最后碰到一个戴头盔的外卖员，吓得直接送医院了。不巧和把腰闪了的顺才少爷住进了同一个病房，所以当顺才少爷的儿子去探望他老爸时，正巧碰见也来看父亲的世京。想起1年前婚礼上悄然离去，他吓得急忙逃跑，但还是被世京发现了。世京追上来，只是轻轻埋怨了几句，然后泪诉思念之情。随着启彤真心的道歉，他们最终和好如初，牵着手来到两位老父亲跟前。启彤决定，为了世京，他不会再逃避。他决定立刻解决问题，所以他立马找到银河，告诉他因为逃婚来这里，是因为知道他们之间还有个女儿。银河听后，直截了当地说，他和女儿生活得很幸福，他们之间不需要也没有共同的立场，所以他可以彻底忘掉过去的记忆，安心结婚。因此他真的放下心来。那晚忍不住在两位老爸中见与世京亲密，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被银河叫醒，看到这个昨晚还让他安心结婚的女人突然出现来给父亲和岳父送饭，和未婚妻很合得来。一开始就感觉不太对劲，结果正如他所料，银河来这儿不仅仅是送饭，他实际是要逼启彤借给他10万美金来解决面馆的危机。如果不借，他就会告诉顺才少爷，昭元其实是他亲孙女的秘密。启彤一想到事情曝光，他和世京的日子也就到头了。他急忙承诺会处理这笔钱的事，然后他想趁爸爸睡觉时偷偷转账，但还是被顺才少爷抓个正着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坦白昭元是他女儿。没想到这话也被老岳父听见了，这让老岳父坚决反对将世京嫁给他，竟然无心的在楼顶睡了一觉。醒来恰好看到岳父与一位阿姨见面，无意间听到了一个震撼的秘密，原来岳父是那个人的头号情人，也是他最后爱过的人，换句话说是他的女儿。银河也是金荣健的女儿，这让其彻底崩溃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两任女友居然是同父异母的姐妹。在他震惊未消时，更恐怖的真相浮出水面，她是你的母亲，叫她一声妈，完全乱成一团了。他们3个居然是同一个妈妈的亲兄妹。启彤真受不了了，他觉得这一切太离谱了，简直像假的一样，宛如一场噩梦。但这其实并非真实，只是他做的一个梦。那个所谓的妈妈只是个医院的清洁工，所以他兴奋地回去看望爸爸，正好碰上追过来的世京。他以为像梦里说声对不起，世京就能立刻原谅他，没想到现实与梦境不同，世京不仅没原谅他，还想在医院里置他于死地。这时他总算有机会解释，但突然看见父亲和岳父出现，他被吓得赶紧逃开，最后跑到海边独自喝酒，不小心把世京送的第一个礼物丢进海里了。他拼命想把它捡回来，但丝巾越飘越远，差点让他送了命。幸亏他的女儿，也就是女警昭元把他救上来了，还给了他一段启示，让他直面现实，不再逃避。与此同时，金荣健的谋杀案仍未侦破，所以尽管附近有警察镇守，他仍然心里没底，你打算逃离国外躲险。这时候，苏菲带着名叫内比的猫和一只叫巴德的狗来投案。他解释说，那天这2个宠物为了抢一块鱼饼闹成一团，搞出了一场大风，巴德就利用这阵风用，有人被一根大钉子戳伤了。这事听起来太不真实，谁听了都觉得扯淡，得找到铁证才行。这时候奈比和巴德偷那辆卖鱼饼的小吃车出现了，顺才少爷立刻注意到
他的行车记录仪正对着案发地点，他立刻联系招员，取得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，果然见到奈比和巴德在为了一块鱼饼互相厮打，追逐时不小心开了片场的大风扇，还踩到一个大钉子，把他蹬进了风扇里面。风扇突增了巨大的力量，直接刺入替身演员的身体。天哪，这一下出人命了。至于金融房车上的死，不过是个小孩子胡乱涂写的而已，这是一宗无凶手的命案。正如我预料的那样，果不其然，这个案件的功劳又被抢了。三姐妹共同买了张彩票，约好了中奖要均分。可是第二天一发现中头奖，当晚三姐妹就有2个去世了，因此只剩1个活着。带着行李正要出门，红福子显然成了头号嫌疑人。警方已经梳理了案件经过，红福子在发现中奖后心生贪念，半夜偷偷进入姐妹甲的餐馆想偷彩票，没想到被他逮个正着。红福子一激动，拿冻章鱼扔向姐妹甲，这一幕恰好被赶到的姐妹乙目睹，她惊恐的逃命，却在楼梯口被红福子追到并推下致死。面对几乎确凿的证据，红福子始终拒不认罪，甚至最终选择沉默。现在推动案件进展的唯一方法是找到那张遗失的彩票，但警方已经把那女人家里翻过来翻过去，依然没找到彩票的踪迹。结果彩票竟落在一位老人手里，这人还是顺财少爷的挚友彩茂。其实他完全是无辜的，他把所有积蓄都投入给儿子开公司，结果自己一贫如洗，儿子却不懂得感激，生日那天还要夺他的车。于是朋友玉书忍不住了，决定好好给这孩子一个教训。这时玉书正好看到彩票站公布的大奖，于是他突发奇想，悄悄告诉了彩茂的儿子儿媳，说他们爸爸中了税后35亿的彩票。他这么做其实是想让他们给彩茂好好庆祝一次生日，但结果是儿子儿媳和孙女当天表现得非常孝顺和乖巧，其实心里都在想着中彩票的事。孙女机灵古怪，还暗示希望爷爷在首尔帮他们买房。虽然他们一天到晚摆出孝顺的样子，可老头子始终没任何反应。儿媳首先开始急，她开始怀疑玉书阿姨的话是真是假，于是叫丈夫借洗澡的名义去检查那彩票存不存在，结果竟然真的找到了彩票，而且还真中了头奖。于是他们才开始真的装孝顺，一家3口齐齐跪在老头面前，孙女哀求爷爷帮她在首尔买房，借拍全家福的机会，诱使彩茂把彩票交给他，还四处夸耀他的爷爷拿这笔钱为孙女置房。他们笑得合不拢嘴。结果彩茂被警察抓了，那张彩票其实是三姐妹丢的，于是彩茂也成了红福子的共犯。那天他因儿子不忠心喝得烂醉如泥，突然一张彩票飞到了他脸上，他本打算扔掉，却不知不觉神奇地放进了口袋里。后来发现儿子翻他衣服时，他才想起那张彩票，意识到自己中了大奖。他本来是那种连1分钱都要上交给警察的人，于是让顺财少爷帮忙联系招员。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听见顺财少爷提到招员，他正忙着处理彩票谋杀案，追捕持票的嫌疑人。彩茂一怔，没再说出口的话又咽回去了。而现在嫌疑人已被捕，他把经历原原本本告诉了警察，但无人相信，因为这事听起来太假了。不过顺财少爷信任他朋友的人品，开始对这一切产生了怀疑。这时他回想起苏菲说的，有只狗叫做福石，可能见证了案发。他们最初曾一起找过福石，但福石一直没吭声。这回他们带了点吃的，告诉福石他主人，原打算把他遗弃。福石这才终于透露，胸前那个摄像头内存卡的位置，他得把它排出去，可他的肠道似乎不好使。于是在谢瑶帮助下，一个味道重的内存卡被拉出，同时真相也水落石出。原来赢得彩票那晚，偷彩票的不是红福子，而是姐妹乙。被姐妹甲逮个正着，他就拿冻章鱼砸死对方，然后拿着彩票逃了。可能因为太兴奋了，从楼梯上一失足摔下去丧命。而这一幕都被福石胸前的摄像头完整录下，但他为了维护主人的名声，竟然把摄像头的内存卡吞下肚，试图掩盖真相，却不知道主人最初收养他就是为了拍 Vlog 用的。现在觉得他吃太多，掉毛严重，大便还特别臭，打算不再养他了。彩茂终于洗脱了嫌疑，儿子一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男生看见朋友在冰箱找雪糕，便热心的过去帮忙，回头一看，朋友已经冻成了冰棍。他报警之后，警方很快逮住了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。男子死命辩称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，但他身上的血型与死者相同，几乎可以确定他就是凶手。这时警犬苏菲嗅了嗅死者的手掌，突然带人去找到了顺财少爷。他在一家冲浪店的店主身上嗅出了死者的气味，他才是真凶。于是顺财少爷在儿子协助下迅速把人逮住了，但对方不但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户籍资料也显示他是独生子，不可能是双胞胎干的。所以招元又一次困惑不已。不止顺财少爷觉得有点内疚，苏菲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是不是出问题了。
导致他整天闷闷不乐。看到这种情况，顺才少爷只能带着苏菲出去散步缓解心情。没想到又巧遇冲浪店老板，为了表示歉意，顺才少爷便主动付了对方的账单。在他结账的时候，苏菲不知怎的就咬了对方。顺才少爷急忙要带这位男士去医院，但那男人一直说没事，便自行离开了。这时惹事的苏菲却陷入沉思，她意识到自己命不长了，开始无法控制的咬人，而且嗅觉彻底失灵，竟在同一男子身上嗅出不同气味。昭元是苏菲的主人，得知爱犬咬人后，迅速找到受害者道歉，并建议去医院，但发现对方的胳膊毫无伤痕，完全没有被咬的痕迹。男人接着说自己压根没被咬，一定是李顺仔那老头糊涂了，得了痴呆症记错了，结果现在好了。苏菲不单陷入自我怀疑，连顺才少爷也深受其害。但就在这一天，有个小男孩到家里来玩，说是韩国人的事结束了，小孩子也来骗人了，吸引了顺才少爷的目光。随后一问才得知，一个韩语很一般的男子给了他一张钞票，让他去买个汉堡，但他找遍了镇上所有的超市都不接受这钱，因此他认为自己被骗了。这让顺才少爷灵光一闪，迅速询问那男孩对方是不是手上有被狗咬的伤。接着在男孩确定的答案之后，顺才少爷心里已有所猜。同时正在值班的昭元恰好遇上正要开车走的冲浪店老板，他主动问好，并对上次的事表示歉意，但那男人却一言不发，只是点点头又摇摇头。突然他注意到男人手臂的伤，立刻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这时男人也开始慌张，不顾一切地把油门踩到底。昭元被他从车上推出后直接失血过多，陷入昏迷。那个男人一到机场就被警方立刻制服了，而在他面前还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，这才让真相水落石出。其实他们是一对双胞胎，只是一出生就被分别送养到了韩国和美国，而他们俩一直不知道对方存在。偶然间他们在网上相遇，很快就发现他们是被不同的父母领养的双胞胎，因此他们在35年后的今天重聚。就在此时，房东却要求涨租。冲浪店的老板没商量成果，与房东争论起来，结果一不小心把房东误杀了。正在他束手无策时，他的兄弟罗宾出现了，换完衣服就催他快回家。罗宾留下来料理现场，还把杀人嫌疑嫁祸给烂醉的同事。没想到计划今天逃跑的时候被昭元识破了。昭元昏迷3天后终于苏醒，醒来的第一句话居然叫着爸爸，还是对着李启彤，这个他从未听人提起过的爸爸。这一单元也就此完结。男明星和女友偷偷约会，因女友拒查手机爆发争吵，他一气之下喝得烂醉如泥。第二天醒来，发现女友已经没了呼吸，躺在旁边，看到浑身是血，男星意识到可能是自己错手杀人，急忙联系经纪人。经纪人到了却让他赶紧回首尔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他说会全权处理这里的事，不会影响到男明星的事业。但男明星越想越难受，第二天便来警局自首了。正当他描述事发经过，经纪人急忙赶到，阻止他继续讲述，对警察解释说，玄塔最近拍戏压力大，服用了安眠药，所以他现在有点妄想症状，还说那么一个国民偶像会杀人。警察本来就不信，于是就听了经纪人的，说是玄塔妄想出现。警察给他解释说，没有尸体就不能立案，然后就让经纪人带他走了。但他们刚离开，海边就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而这人就是玄塔的女友白颂一。她被害的方式正与玄塔供述的完全一致，所以玄塔无疑被捕了。玄塔甚至已认罪，而最近因他被曝光的李顺仔却对此存疑，他实在不信玄塔会做出这种事，因此顺才少爷便把这情况告诉了老朋友苏菲。苏菲马上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因为玄塔说他女友前2天就去世了，但他昨天在菜市场确实看见过那个女人，对方显得很慌乱，因此留给苏菲深刻印象，他肯定没看错。关键是那女人离开时似乎和玄塔的经纪人一起，这让顺才少爷起了疑心，于是他就在苏菲脖子上安装了摄像头，试着让他靠近经纪人，近距离观察。因此苏菲忍气吞声，装作可爱，以赢得信任。这时男人接了个电话，没避开苏菲就直接接了，电话内容正好提到白颂一。苏菲立刻上前录了整个对话，原来这都是经纪人策划的，他想从玄塔那获取更多利益，就跟白颂一一起策划了一场假死，想抓住玄塔的弱点，逼他只能跟其他经纪公司签订不公平的合同。原本说好直接给白颂一笔钱的，结果他突然变卦，坚持要分玄塔收益的30%，否则就把一切告诉玄塔。这让经纪人怎么忍？毕竟辛辛苦苦才分到50%，如果再给白颂一30%，那他还剩啥？于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让白颂一全权处理。这时候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苏菲就转身要走，突然被那男人叫住。
苏菲吃着牛肉干，美滋滋的，摄像头全湿了。所以等顺才拿到时，顺口问了怎么了，没想到把苏菲惹毛了。哼，不搭理你了。至于结果，苏菲拍得清楚，只是没声音，但还是没证据。不过顺才少爷没放弃，他和苏菲还在找线索。那天他们顺着宋一留下的气味找过来，来到了采茂的菜园边，恰巧看到他在和一个叫顺子的阿姨争执，互相指责对方挪动了东西。自己种的豌豆苗，个个说没碰过，都说是豌豆苗自己长过去的，反正个个都觉得冤枉，都想用测谎仪来证明自己没撒谎。那时苏菲在小菜园嗅到了白宋一的气味，顺才少爷也看到地被挖的痕迹，他便开始往下挖，果然挖出了一块手表。原来在白宋一被经纪人害死时，他启动了手表录下了整个过程。经纪人抛尸时也注意到了这块手表，但他脑筋不够用，竟然只是随手埋在菜园里，于是真相也就水落石出了。玄塔被宣判无罪，这时他意识到这位资深演员并不是那么难以相处，所以他发誓要好好感谢顺才少爷，并把顺才当成自己的爷爷。李启原本打算向银河道歉，然后去跟世京解释逃婚的原因，希望获得原谅，结果他非要牵着银河的手，感谢他把女儿养得这么好。世京恰好看见了这一幕，这一下他彻底没戏了。正当他追着世京还想挽回关系时，岳父突然开车来了，停在他俩中间，但他并不是来接女儿，而是催他快点上车，然后直接开走了。世京一脸迷茫地站在那儿。李顺宰的新剧《狗话》终于大结局，顺才少爷拍摄时突发心脏病昏倒，昭元得知后把苏菲托付给邻居照顾，和妈妈赶去首尔探望爷爷。苏菲因1个月没见到老朋友已经有点忧心，听说爷爷心脏病，她马上想到了不久前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的警长，这让她怎么能保持冷静，非得去见老朋友最后一面。她拼命挣脱束缚，可是又不知道路，于是只好去寺庙求助那只退隐多年的高僧狗。他说明了自己的目的，那只狗就带他来到了一家牛肉汤店前，告诉他店名的前2个字是首尔，只需按照路牌指示走就行了，按照这2个字直接能到首尔。然后对方领着他抵达一家动物医院门口，记住最后2字首尔医院。记下这4字后，苏菲正式踏上旅程。然而几百公里的距离对小狗苏菲来说实在是太长，结果她仅跑了1天1夜，体力有点吃不消了。这时她恰好听到一个男人邀请2位小姐上车，说愿意带他们去首尔。她没有迟疑，立刻跳上车。本来那2位小姐没打算去，但看到车里有这么可爱的狗，也就同意一起跟狗狗去旅行。就这样，她和他们一起去了首尔。等着我了，李顺仔。可是路走到一半，男人的车坏了，2位小姐姐改打的去坐火车，苏菲只好看着男人。男人一怒之下粗鲁地让苏菲走开，所以苏菲不得不再次开始徒步旅行。白天赶尽量多的路，晚上就在亭子里避雪休息。就这样到了第3天，他终于看到了首尔医院的牌子，不过他没直接到家，反而碰上了首尔医院的爱心医疗车。苏菲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趁大家忙碌的时候，他悄悄地上了车，藏在最后一排，最终跟着医疗队成功到达首尔医院，非常感激地向司机鞠躬道谢。然后苏菲冲进医院，往大楼走去找他的老朋友，才到门口就被2个保安轰了出去。这时他藏在车后，琢磨怎样潜入，突然听到2个看似剧组的人正谈论，提到顺仔已经去世。那一刻，苏菲觉得世界都崩塌了。她懊恼自己跑得不够快，最后连老朋友最后一面也未见到。她茫然地走在这座陌生城市里，开始感到迷茫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突然一张网向她扑过去，救命啊！幸好这时昭元赶到，及时把苏菲救了出来。他们激动地互相倾诉思念，就像你爷爷李顺仔一样。你现在明白我说的话了吗？最后昭元还是承认了，他真的能听懂苏菲的狗语，带着苏菲去看已经醒的爷爷，看着孙女和苏菲畅快交流，这才发现昭元继承了他未显的天赋。顺才少爷彻底恢复健康后，他们5个好友一起拼尽全力，拍出的电视剧终于开始播了，也收获了观众的一致称赞。顺才少爷甚至还被提名电视剧大奖，拿奖基本上稳了。他虽然口头上不在意，但暗地里已经写好了获奖感言，连身边的朋友和苏菲都提前感谢了。颁奖礼那天，大家都期待着为顺才少爷庆祝，助理却提前获悉，大奖的得主不是顺才少爷，而是一个演技平平的小鲜肉。这一幕让大家突然明白，原来他们这些资深演员，没人想投资让他们主演，连大奖也不是为他们设的，他们也只能无奈接受。但苏菲例外。颁奖典礼，快清醒吧！李顺仔应该是大奖得主，大奖得主应是李顺仔。虽未获奖，但有老朋友支持，顺才少爷也觉得足够了。他这次彻底退出圈子，回到济州岛，带上了苏菲，还有终于成为了正式警官的昭元，再次踏上了追凶旅程。